锐评历代 iPhone 从夯到拉，看一看哪一款 iPhone 是真 GOAT， 而哪些 iPhone 拉完了。首先问你一个问题 ，iPhone 从07年发布到现在，一共发布了多少个型号？大家可以打在弹幕上。有同学表示，那就到17代吗？注意啊，型号可不是17个，也不是27，也不是37，也不是47，是多少啊？咱们节目最后公布答案。你好，我是大岩。历代 iPhone 从夯到拉，咱们来一个小小的评比，咱们马上开始。我在网上找到了这个评级工具，普遍是分5个等级。那夯当然就是最顶的，一般认为呢是有突破性的技术，引领行业前进，或者对于业界有着特别深远的影响。那接着往下几个等级，顶级人上人 NPC 路人拉这显然是有点掉链子。整个评判过程肯定比较主观，有我个人的喜好，所以呢我还找了另外一个榜单。同样的一台机器可能用户觉得它各方面都很厉害，但是可能媒体包括业界的竞争对手们或者它的销量未必和用户的感知是一样的。所以呢每一款产品我们都会结合2个方面的综合表现给它一个评价。首先当然就是2007年的初代 iPhone。我们先看业界对它的一个评级有同学表示这肯定是夯，毕竟是开宗立派。这咋说呢？从2007年那个时间节点来说， iPhone 苹果还真是毛头小子，初次做手机，当时也是因为乔布斯在感情上受到了一些挫折，一定要搞出一台手机证明自己。这台机器推出之后呢，应该说整个业界都普遍充满了嘲笑，因为以手机的标准，特别是旗舰机型的标准去要求 iPhone 1代，这个机器简直就是拉完了。首先当时业界已经普遍使用 3G 网络了但是 iPhone 它的官方名称叫做 iPhone 2G。 你猜它为什么叫 2G？ 因为它只支持 2G， 内置存储呢是 4G 和 8G， 还不支持 XTF 卡扩展，摄像头呢只有200万像素，而且还没有闪光灯。而当时的业界巨头诺基亚摩托罗拉那普遍都是500万像素加闪光灯。最夸张的是初代 iPhone 它居然不能更换电池，当时竞争对手们一看都傻了，纷纷表示还有这样做手机的吗？友商都笑出了声。所以当时整个业界呢给 iPhone 给乔布斯的评价那就是拉完了，这个毫不夸张大家可以搜一搜当年的新闻。当然从销量的角度呢，凭借着苹果品牌在电脑以及音乐领域的影响，那 iPhone 的1代销量其实还是不错的，第1年大概有170万的销量，那随后几年断断续续累计销量也超过600万。尽管在历代 iPhone 当中它是销量最低的，但是作为试水的产品也可以理解。要知道那时候友商的销量都是过1台。尽管呢一系列的反常规操作配置让业界对于初代的 iPhone 完全不看好，但是我个人就在当时对于新一代的 iPhone 还是非常的感兴趣。原因很简单， 3.5 寸的大屏幕，触屏操作，多指放大缩小，对于当时我们使用按键机或者电容屏的手机来说，这个体验确实太神奇了。特别是呢它还能用 Safari 浏览器进行大屏幕的上网，想象一下这么大的屏幕上网非常的爽。包括它还可以像当年最流行的音乐播放器 iPod Touch 一样去播放音乐，很棒。等于说一台手机虽然性能一般一个上网的 MP4， 一个音乐播放器，一个特别漂亮的界面，虽然别的啥也干不了没啥功能，但是这么一个大号的 MP4 当时的学生群体或者喜爱数码产品的玩家还是挺感兴趣。所以按照当时我对于它的想法来说呢，基本上可以是把它放到人上人。但是以10多年之后的今天来看的话，那显然从历史地位的角度看， iPhone 的1代毫无疑问是开创了全新的时代。特别是在第2年换了全新的升级的系统之后，它的实用性呢大大升级。那综合所有方面结合起来的话，现在的我肯定还是要给 iPhone 1代夯这个地位。那接着我们要看的就是 iPhone 3G。 iPhone 的第2代相比较1代来说呢，尺寸没什么变化，外壳呢也从金属变成了塑料，整机呢变得更轻了，界面呢似乎也没啥变化，还是那块屏幕，甚至摄像头仍旧是没有闪光灯。所以呢当时的业界的竞争对手们感觉这个 iPhone 可能还会像其他的老牌厂商一样每一年简单的升级，仍旧是一个大号的 MP4 音乐播放器。不过呢毕竟它终于引入了 3G 芯片，而且呢还加入了 GPS 定位服务，使得它的上网终于变得快了一点。硬件趋近于主流之后，竞争对手呢开始对于 iPhone 有一些重视。对于 iPhone 3G 那么业界的评价呢当然也就高一点，一般认为是介于 NPC 或者是人上人之间。毕竟第1代的 iPhone 呢有几百万的销量所以大伙儿觉得可能这个升级并没有太大的 iPhone 3G 销量应该和1代大概差不多，即使不是 NPC 应该也不是拉。所以更多人呢倾向于给它到人上人也就是大概是一个中档位。但是显然业界的竞争对手们没有发现那个恐怖的事实，那就是在 iPhone 3G 上面多出了一个蓝色的图标，就是这个图标它就是 App Store， 智能手机历史上第一个非常非常方便的软件商店。尽管初期软件仍旧很少，但是它有着极其方便的付费和下载过程。相比较友商诺基亚和摩托罗拉，苹果的 App Store
每一天的软件数量都在以指数级别的向上增长。苹果软件商店的影响力甚至远远要超过这个首发搭载它的 iPhone 3G。那基于这个原因，我个人肯定是要把2008年的 iPhone 3G 列到行。毫无疑问对于整个的人类历史，不夸张的说我们日常的使用习惯、交流习惯、使用手机工具的整个过程，全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而销量方面 ，iPhone 3G 呢也从第一代的大概全年，包括第二年一共是600多万，直接翻了一倍来到1200万。当然实话实说这两台机器呢硬件本质上没有太大的差别。我个人给它行完全是因为这个蓝色图标。时间来到了2009年 3GS 登场。作为 3GS 的加强版本，大伙一直在猜这个 S 代表啥意思，是 Speed 速度更快，还是 Super 更强？大家觉得苹果的这个 S 到底表示啥？首先外观上两代几乎是一样的，只有一些细节比如说背板的字符颜色有着非常微小的差别。我们玩家表示这个产品它就是换新没换壳，最主要的就是把它的 CPU 运算速度提升了1倍，而且呢是终于开始支持视频录像 720P 的，还不错。但问题它还是没有闪光灯。那由于呢它在速度方面弥补了前2代产品的不足，运行起来速度确实非常快。经过1年的沉淀，游戏软件呈现井喷式的增长，而且呢销量部分也来到了2000万部。苹果呢终于已经成为了业界不可忽视的力量。业界对于 iPhone 评价也是越来越高，当然更多的是出于恐惧。综合看来呢，当时的业界认为 iPhone 3GS 完全配得上顶级。但是呢对于我个人来说就 3GS 我用的时间是非常长。我个人觉得从创新性的角度和它前面2位大哥相比呢，这个 3GS 确实缺少一些，所以我个人呢就只能给到人上人勉强， NPC 差不多。这个 3GS 呢应该算是前3代的一个集合体。实际上1代在更新完系统之后，除了速度比3代慢一点，其他方面呢仍旧非常强。所以相比之下，我恐怕在 iPhone 的等级当中没法给 3GS 一个特别高的等级，尽管它作为手机的角度来说已经相当的成熟了。紧接着时间来到了2010年，全体起立 ，iPhone 4来了。我至今仍旧无法忘记当年在看发布会的时候，乔布斯在逐项介绍这台机器的方方面面，而台下则是没完没了的欢呼声。实际上在 iPhone 4发布会之前，在一个美国的酒吧当中，这台机器呢就被一个工程师遗落泄露完了。所以在发布前的几天，业界都在疯传苹果将会推出一个完全不像 iPhone 的手机，和前面那3代相比，大伙儿普遍感觉这应该可能是一个高端播放器。而在发布会的那一天，乔布斯向我们证实，这就是最新一代的 iPhone 4。我不夸张地说，即便10几年甚至几十年之后，当我们回顾当时的这个外观，仍旧可以用惊艳2个字来形容。即便和10几年几十年之后的数码产品放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仍旧可以被 iPhone 4领先时代的气质所折服。说一句全体起立应该不过分。当年在发布会结束之后，我就在想我就算是把裤子当掉，也要用尽一切办法买一台自己的 iPhone 4。而当年的国行 iPhone 相当于我3个月的工资。iPhone 4的恐怖呢，绝不只是外观设计，全球首发的视网膜 Retina 屏幕，玻璃加不锈钢前后3明治机身的设计，500万像素的摄像头带补光灯，前置摄像头呢支持 FaceTime 视频通话。所有这一切都让业界认识到了一个巨兽正在缓缓崛起。当时无论是竞争对手还是媒体，毫无例外的全都把溢美之词给到 iPhone 4，没有任何的争议的并且全年4000万的销量，也证明了 iPhone 4的巨大实力。这个销量比前3代加起来还要再多几百万。所以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呢，毫无疑问如果所有的 iPhone 当中只挑一台给到那没有任何的疑问就是这一台 iPhone 4。因为它的影响力呢不仅限于苹果手机家族，更是影响了整个接下来的10几年智能手机业界的工艺制造标准。咱们还得话说回来，真的经过那个时代你会发现后来 iPhone 4呢并不像大家印象当中那么美好。因为这台机器在硬件设计上有严重的缺陷，也就是天线门。当我们这样握持手机的时候， iPhone 有非常大的概率没法打电话，它的信号就断了。天线门事件呢导致了苹果 iPhone 历史上第一次重大的集体诉讼。乔布斯呢无奈呢在接下来给全球的 iPhone 4用户免费发放售价数百元的外观保护壳，以解决信号问题。所以呢作为一台手机来讲，硬件上它其实不太合格，但无奈它仍是我心当中的白月光绝对的 GOAT。 说到 iPhone 4呢还没完，在接下来的一年，也就是2011年，苹果居然又发布了一遍 iPhone 4。那它是解决天线条带信号问题吗？并不是。苹果在这一年带来的是
白色的 iPhone 4。没错啊，由于金属加玻璃的制造工艺在当年来说实在太过超前，玻璃面板碎裂的维修费用光成本就高达$200，而白色面板的 iPhone 4更是完全不存在。苹果呢甚至买了工厂专门去研发解决浅色面板的研发问题，而到第2年，苹果终于解决了，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台白色 iPhone 4。这也是苹果历史上连续2年发布同一款产品。毫无疑问这也是颜值巅峰。业界呢仍旧给予极高的评价苹果已经不需要再用什么语言去证明自己了。业界给的评价呢仍旧是比较高，可以给到顶级。不过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呢，白色版本的 iPhone 完完全全是奔着颜值去的，它并没有在技术上解决 iPhone 4本身的问题，比如说天线门。没错白色 iPhone 4它仍旧有天线问题。也正是基于这个原因我个人呢可能只能给到白色 iPhone 4 NPC， 尽管它非常非常的漂亮。想象一下2011年当我们看到这张宣传图片的时候的震撼，很多人也因为它买了不止一台 iPhone 4。时间继续来到2011年末， iPhone 4S 来了。和前面的 3GS 一样，解决了工艺问题的苹果首发就带来了白色的 iPhone 4S。 与中国联通的良好合作也让连续 iPhone 2代产品在国内大卖。不夸张的说因为 iPhone 的存在，让当年体量最小最弱的中国联通在声量上获得了极大的优势。和当年的 3GS 类似，那么 iPhone 4S 搭载的是新一代的双核 A5 芯片，性能呢又提升了2倍，并且呢首次的引入了 Siri 语音助手。尽管今天这个听起来它有点问题，但当年还是相当超前。摄像头呢也升级到了800万像素，而且呢还支持了 1080P 的录像。有了 iPhone 4的珠玉在前，那 4S 呢也是延续。尽管外观确实它是啥变化也没有，但是全年的销量仍旧来到了7000多万部，接近前代的快2倍。所以呢业界给 iPhone 4S 的评价还是比较高，可以给到顶级。但实际上竞争对手对于 4S 呢是嗤之以鼻。很简单，因为 iPhone 4S 它居然不支持 4G， 电池容量呢也只有1000多毫安时待机时间也比较短。友商此时的旗舰机型早就已经支持 4G 网络，并且呢以三星 HTC 为首的安卓阵营巨头纷纷开始推出 4.3 寸以上的大屏竞争对手。但是苹果呢还死守着这个 3.5 寸的小屏幕，所以竞争对手普遍表示这个 4S 各个方面都不如我们。那综合当时的媒体和竞争对手之间的拉扯，这个 4S 就给到人上人，比较勉强。而从我个人的角度看的话， 4S 在当时的存在感有点偏弱，主要问题呢还是差别太小。尽管呢体验上面其实它是非常均衡的，可以算是 iPhone 4的一个完全体进化，但从存在感的角度来说，我大概也只能勉强给到人上人。由于当时2台机器完全像的不像样很多人分不清4和 4S 其实非常简单。注意看，同样是2台白色的 iPhone， 黑色底的是 iPhone 4，白色底的是 iPhone 4S。 学会同学可以点个赞没用的知识又增加了。如果你穿越回2011年，就可以帮助你的女朋友去解决她分不清4和 4S 的问题。来问大家，你身边第一次看到有人使用 iPhone 是什么产品是哪一年哪一代呢？大家可以打在弹幕上。时间来到2012年 iPhone 5来了，5代的屏幕大幅度的增加，从原来的 3.5 寸一跃升级到了4寸，并且呢终于开始支持 4G 网络。还有一个重要的变化也是引起争议很大的，超小的 Lightning 接口替换掉了原本的30帧长接口。这一改变也让很多配件商都哭了，所有的配件全都废了，需要重新做。iPhone 5由于更换了铝合金的中框，所以整机呢超级的轻。实话实说相对于 iPhone 4来说呢，它的质感就下降了不少。特别是黑色版本的当时的那个 iPhone 5遭遇了严重的掉漆事件，当然不影响手机的正常使用。个人感觉呢，从颜值的角度它应该算是 iPhone 4的一个完全进化体，更轻更薄，握持呢也更舒服更修长。更大的屏幕导致大量的开发者需要重新去适配这个长条屏幕，也是引起了一定的争议。不过呢，苹果商店良好的开发环境还是快速的解决了问题。但是必须要说明，这个阶段正是安卓阵营迅速崛起的时间。三星的 Galaxy S3、HTC 的 One X 一系列的竞争对手的屏幕尺寸都已经来到了 4.8 寸的大屏幕，所以呢 iPhone 5这一代产品的销量相对于前代并没有太大的增长，仍旧就是8000万左右。业界呢对于 iPhone 5的评价和 iPhone 4S 其实大致相当，可以给到人上人。随后的2013年，苹果呢又没有改变任何的外观继续推出了 iPhone 5S。那所有人也都确认了苹果呢就是一代外观用2年的时间，而且2代的配件绝大多数都是通用的。所以呢，苹果也逐渐成为了对于配件厂商最友好的厂商，没有之一。此时呢，苹果的软件和硬件生态也在逐渐形成，有大量的厂商依靠着苹果的生态
来生存。5S 啊，相对于5代主要变化呢是增加了 Touch ID， 也就是指纹识别，这其实也是友商使用过的，并且呢还新增了双色温的补光灯啊 True Tone。除了5S 啊，在同期呢，苹果还发布了第一台啊被外界称作是廉价版本的 iPhone， 也就是 iPhone 5C。这台机器的市场争议还是比较大的。首先呢，它不再使用金属材质，而是全都换成了诺基亚使用的聚碳酸酯，颜色很鲜艳，很活泼。但当时不管是媒体也好啊，竞争对手也好啊，都普遍表示这个有点太廉价了。而且之前的报道呢说它是真的啊价格廉价版，但实际上发售之后，它的价格相比较于 iPhone 的 5S 只便宜不到1000块钱。面对此时的友商竞争对手们普遍5寸以上的大屏幕，5S 和 5C 啊这一代产品呢，应该说存在感是比较弱的。从当时的统计看呢，2012年到2013年2年的时间 ，iPhone 5、iPhone 5S、iPhone 5C 这3款产品加在一起的销量只有 1.5 亿部，相比较于 iPhone 4S 时代的7000万部，显然是有明显下降的。而更重要的是呢，这几台产品啊，也是在乔布斯去世之后上市的。外界呢也普遍有这种声音批评说苹果现在缺乏创新，所以呢 iPhone 5S 啊大概只能给到 NPC， 而 iPhone 5C 呢也只能给到 NPC。从我个人来说的话，这3代产品我其实用着还挺舒服的，主要是很小巧很轻，恍若无物，而且速度确实比之前的产品要快不少。所以5代我可以给到人上人，5S 我可以给到顶级，而 5C 呢我可以给到 NPC。时间来到了2014年，整个业界的噩梦要来了。没错 ，iPhone 6和 iPhone 6 Plus 正式面世。在经历了前2年销量不尽如人意的情况之后，苹果终于想开了，干脆咱们也做大屏吧。而且为了改变销量上的颓势，包括要提振股价，苹果在1年之中直接推出了2款产品，6和6 Plus， 标准尺寸 4.7 寸和大屏尺寸 5.5 寸。有多大呢？相对于当年的 3.5 寸 iPhone 4，大家可以感受一下，这就是给业界的震撼。不光有更大的屏幕啊，苹果呢还在摄像头部分首次支持了光学防抖啊，那当然无奈这镜头也得凸起了。为了担心手感问题，苹果改用了圆润机身，相比较于 iPhone 5呢也是差别巨大。接近3000环时的大电池 Plus 版本啊，续航时间超长，而且还支持横屏模式。这代产品呢彻底的抹平了和当时安卓阵营旗舰机型上在屏幕的差距，而结果就是让整个业界感到恐怖的2台机型1年之内 1.7 亿的销量。所有人都认识到啊，苹果呢已经事实上成为了业界最强悍的巨头，没有之一。而当时的统计，苹果的全年利润，手机行业的啊，占到全行业的 95% 以上。此时的诺基亚、摩托罗拉早已经退出了高端智能手机的竞争，当时的情况呢就变成了苹果和三星以及 HTC 等一众安卓巨头以一敌多的竞争。你看销量角度呢，苹果是毫无疑问的巨头，特别是 iPhone 的 6S。所以从业界的角度看，那么 6S 可以毫无疑问的给到夯，这个销量太吓人了。而 iPhone 6本身的话变化不大，相对于6 Plus 它的竞争力偏弱啊，只能给到 NPC。从这一代开始呢，人们也发现了苹果系的产品呢，就是它的配置越强，销量越好，价格越低，它销量越差。时间继续啊，来到2015年，也就是10年前，苹果呢延续了自己的节奏啊，不在产品外观上做任何的改变，继续推出了 iPhone 6S 和 6S Plus。那基本上可以看作是 iPhone 6和 iPhone 6 Plus 的一个速度升级版。最大的更新变化其实是 6S 上面增加的 3D Touch， 也就是说我们重按某一个图标可以获得一个次级菜单，你可以认为是我们增加了一个操控的维度，但实际上因为需要单独定制屏幕，包括 UI 界面的重新设计，所以呢在竞争对手那边并没有对于这项技术进行跟进。另外呢6 Plus 和 6S Plus有一个重要的差别呢，就是苹果开始采用7000系的更硬的铝合金，每一代啊在材料上也开始有所创新，更耐用，延续了苹果前几年啊就是初代提创新 S 这一代涨销量这样一个节奏。所以呢尽管和 iPhone 6那一代啊实在是变化太小，但是 6S 和6 Plus 仍在1年之内取得了恐怖的 2.3 亿台的销量。最重点的是每一台的 iPhone 的利润啊都是竞争对手的几倍甚至10几倍。而大屏幕的6啊，这4款产品呢，也的确是前10年苹果的销量巅峰。从销量的角度来看呢 ，iPhone 的 6S Plus 啊，仍旧可以给到夯，业界的评价还是很高。而 6S 的销量呢，平平啊，只能给到 NPC。而我个人去评价 iPhone 6时代的这4款产品的话，那毫无疑问啊 ，iPhone 6 Plus 呢是改变了自己苹果的节奏。大屏幕的市场呢，也的确是证明了苹果自己，销量确实可以说明一切。尽管它的创新率呢不是很足，所以我还是可以给6 Plus 啊给到顶级。6的话我勉强给到人上人。至于6S Plus 的话，我前一段时间还看到有人在使用，
你就说这台机器的生命周期有多长？非常遗憾啊，3D Touch 呢并没有获得普遍的认可。不过这的确是苹果的创新点，所以我还是可以给到顶级。时间呢来到了2016年，苹果似乎又想起了当年那个所谓的廉价版的 iPhone 啊，没错 ，iPhone SE 来了，这是第一代，已经有了大屏的成功啊，但是呢，苹果还是推出了小屏的 iPhone SE 4寸的，整个外观就和 iPhone 5没啥差别，你说完全一样也行。甚至呢，作为一代新产品，它还没有新的 3D Touch， 就是你苹果自己领导的新技术，这个新产品上并没有搭载，是不是很奇怪？不过 iPhone SE 这代产品呢，它确实价格还是比较低廉的。所以呢，业界还是非常恐慌，等于说呢 ，iPhone 6s Plus 占领5.5寸的大屏市场，而 iPhone 6s 呢占领4寸、4.7寸的这个中性的屏幕的市场，而苹果呢对于4寸这种小屏市场也不放过，友商们还是挺害怕的，所以对于 SE 当时的销量还是持观望态度，普遍呢是可以给到人上人。不过后来事实证明呢，其实 iPhone SE 的销量一般。全年销量主要还是靠 iPhone 的数字正代支撑。那对我来说 SE 的话恐怕只能给到 NPC。时间来到2016年的下半年，苹果也开始固定每年的9月末10月初开发布会。由于销量引领业界，包括每一代产品呢都有独特的创新，那苹果的发布会也被誉为是科技圈的春晚。但是在 iPhone 7上面的很多做法呢，也是让业界感到不解啊，包括很多用户也觉得有点难以接受。比如说 iPhone 7开始，苹果去掉了 3.5毫米耳机接口。没错啊，苹果开始推动无线音频，要为若干年后的 AirPods 做准备了。另外呢 ，iPhone 7还支持了 IP67 级别的初等级的防水，后慢键呢也变成了 Taptic Engine， 不再是实体机械按键，而是通过马达模拟的方式。总体来说还是相当精致的，特别是7代的亮黑色啊，非常的漂亮。同时推出的 iPhone 7 Plus 首次加入了双摄系统，并且呢两颗镜头啊都支持光学防抖啊，当然也不可避免的去突出了。除了外观变化之外呢，其他的相对于之前的 iPhone 6s 那一代产品啊，就整体变化不是特别大，所以销量呢，相对于 iPhone 6s 那一代啊，也是有所下降，应该算是平均水平。业界给出的评价呢，就是强啊，还不错。7 Plus 呢可以给到顶级，而 iPhone 7的话可以给到人上人。时间来到了2017年，也是旧时代的最后一年，苹果带来了 iPhone 8和 iPhone 8 Plus， 主要变化呢是玻璃背板回归，增加无线充电，包括仿生芯片的加入，还有屏幕的色温自适应等等。总体来说呢 ，iPhone 8相对于 iPhone 7，感觉变化并不是很大。很多人呢还称为 iPhone 8叫做 iPhone 7s， 因为这才是传统的命名方式。金属加玻璃背板呢，让 iPhone 8变得特别漂亮啊，但也确实变得更重。从销量角度来看的话呢，和 iPhone 7代基本持平。总体来说是不如 iPhone 6。第一代无线充电发热也比较明显。那当时媒体给它的评价算是一代过渡的产品。iPhone 8的话呢，可以给到 NPC， 而 iPhone 8 Plus 可以给到人上人。就是说，整体相对于当年的 iPhone 7代啊，综合到它的销量呢又没有那么高，所以评价其实就不如 iPhone 7了。但是我对于 iPhone 8这代的评价还不错，原因在于呢，它是算是旧时代的一个完整的完结，实体后慢键的保留，使得我认识的很多的一线大主播都在常年使用这款产品啊。包括后续 iPhone 推出了大量新品之后，还有很多人在坚守着 iPhone 8，可以算是旧时代的经典。所以从手机的硬件包括完善程度的角度看呢，个人啊可以给到 iPhone 8一个顶级，包括7 Plus 啊都是顶级，而标准版就给到人上人。而时间来到2017年年末，让我们全体起立。没错 ，iPhone X 它来了，苹果首款 OLED 屏幕5.8寸全面屏，去掉了下方的后慢键，作为新10年的开端，入 Face ID 面部识别。如果说当年的 iPhone 4重新定义了 iPhone， 也重新定义了智能手机的标准，那么 iPhone X 这一代就重新定义了苹果的未来10年。iPhone X 的出现让业界非常的惊讶，搞不清楚苹果到底要干啥。尽管从产品的创新方面啊，的确光芒四射，但从产品方面市场接受起来，当年的情况啊，其实并没有那么快，特别是在全球市场上。这里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啊，相比较于同期发布的 iPhone 8以及8 Plus， 它居然贵出了200美元，全球售价直接999美元起，也是历代 iPhone 当中最贵的起售价。对于苹果的这个创新不光是业界啊，其实一部分消费者呢也会产生一些怀疑啊，对于没有后慢键的全面屏手势操作持一个观望态度。所以呢，在头一年里面 ，iPhone X 整体的销量呢，其实不及预期。同期一共是3款产品啊，8 Plus 和 iPhone X， 它们3个加在一起只有 2.1 亿部，也就是说，它们3台和前代7和7 Plus 销量是持平的。那从这个角度来说，不能算是销量上的成功。由于业界当时普遍持一个观望态度，包括大家也在讨论说，未来会不会有更多类似 iPhone X 这样的产品出现，包括卖的这么贵，真的可以吗？
所以从怀疑的角度看，大概能够给到人上人或者是 NPC。我个人在当时还是非常喜欢的啊。咱们连续几年直播发布会，那场发布会是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因为时隔几年，苹果终于又带来了全新的东西。而随后几年的事情大家都了解了，大量的厂商呢开始追随 iPhone 的全面屏。所以从我个人的角度呢，毫无疑问 iPhone X 给到夯。OK， 那到这里呢，从2007年到2017年，过去的10年间，苹果呢一共为我们带来了18款 iPhone。不知道哪一台啊是你心目当中的 GOAT？ 我们这里综合了这2份表格，一份呢是业界、媒体、竞争对手，包括综合销量的一些评价；另外一份呢是我个人的一点点私心，我个人对于 iPhone 的一些印象。苹果 iPhone 从夯到拉，咱们上篇内容就到这里完成了。从下一期开始，我们将会继续为你介绍苹果的新10年，从 iPhone X 到 iPhone 17全系列。我是那言，咱们下期视频见。老观众知道啊，这个主播我应该不算是果粉。苹果所有产品线当中呢，我最喜欢的其实是 iPad。至于苹果手机啊 ，iPhone 系列，我更多的是因为工作的需要啊，所以呢，每一代的 iPhone， 每一个型号的，确实都是长时间使用过。很多同学聊啊，说你用苹果10来年了，能不能主观评价一下？可以啊，可以的，兄弟们。今天啊，咱们一边评比，一边结合我手头的一部分 iPhone 实机，跟大家聊一聊啊，历代 iPhone 的卖点，包括业界的评价，包括他们销量的情况。